我抱着行李站在父母家门口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电话里婆婆的指责声仍在耳边回荡：“你这个媳妇太不懂事了，亲戚远道而来，你怎么能半夜离家出走？”我苦笑着挂断电话，心如刀绞。没想到婚后3年，我竟沦落到在自家被迫睡沙发，还要忍受亲戚们的冷嘲热讽。当我听到他们肆无忌惮地讨论我的不孝时，我终于明白，忍让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林小雨，今年28岁，3年前嫁给了丈夫周明。当时我被他温和的性格和对我的体贴所吸引，认为找到了此生挚爱。婚礼那天，婆婆脸上的笑容灿烂的让我以为自己嫁入了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婚后不久，我便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婆婆李玉华表面上和蔼可亲，背地里却处处为难我。最开始只是些小事，比如挑剔我做的饭菜不合口味，指责我打扫卫生不够细致。我总是选择忍让，毕竟我不想因为这些小事影响夫妻感情。周明工作繁忙，常常加班到深夜。每当我向他诉苦时，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妈就那脾气，你多担待点。”随着时间推移，婆婆的要求越来越过分，从最初的家务琐事到后来干涉我的社交圈，甚至对我的穿着打扮指手画脚。去年春节，婆婆第一次带着她的亲戚来我们家住。那时我们刚买了新房，虽然不大，但有2间卧室，一间主卧我和周明住，另一间客房给了婆婆。当时来了婆婆的弟弟，一家3口，我和周明主动把主卧让给了他们。我们俩睡了几天沙发，尽管不舒服，但想着亲戚难得来一次，也就忍了。没想到这一忍却成了惯例。此后每逢节假日，婆婆总要带亲戚来住，而且次数越来越频繁，人数也越来越多。最离谱的是，有时候这些所谓的亲戚与我们素未谋面，听婆婆介绍才知道是她老家的远亲或者朋友。周明工作越来越忙，经常出差，家里的事基本不闻不问。每次我想和他好好谈谈这个问题，他总是说家里有你照顾妈妈，我很放心。他似乎把我当成了照顾他母亲的保姆，而非人生伴侣。随着矛盾的积累，我和婆婆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。她似乎把我们的家当成了她的地盘，完全不尊重我的存在。最让我心寒的是，周明站在母亲那边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我们之间的感情也逐渐变淡。直到前天，事情终于发展到了我无法忍受的地步。那天早上，婆婆突然打电话说她要带几个亲戚来住几天。我下意识地问：多少人啊？也不多，就是我表妹一家5口，还有我二姨家的侄女和她男朋友。婆婆轻描淡写地说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妈，我们家只有2间卧室，住不下这么多人啊。有什么住不下的？客房给我和表妹住，主卧给表妹的儿子一家3口住。你让你老公去酒店住2天，你睡沙发就行了。婆婆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。可是周明这几天出差不在家，我一个人怎么招待这么多客人？我试图讲道理，有什么好招待的？又不是外人。再说了，我来帮你，你就负责把家里收拾干净，再多准备些床上用品就行。婆婆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我站在原地，感到一阵无力。这已经不是第1次了。婆婆总是临时通知，从不考虑我的感受。以前周明在家还能帮我分担一些，现在他出差，
我要独自面对这一切。下班回到家，婆婆和她的亲戚们已经到了，他们的行李堆满了客厅，7个人把不大的房子挤得喘不过气来。婆婆热情地招呼着亲戚们，对我视而不见。小雨，你来帮忙收拾一下床铺，表妹他们坐车来挺累的。婆婆终于注意到我的存在，却是为了指使我干活。我默默地拿出备用的床单和被套，开始在2间卧室忙碌起来。期间，婆婆的表妹不时对我上下打量，似乎在评判着这个家的女主人是否合格。晚饭是我一个人准备的，虽然很累，但我还是做了8个菜，希望能让客人们吃得满意。当我端着最后一盘菜上桌时，却听到婆婆表妹的儿媳妇小声嘀咕：“这菜也太简单了，看来周家的媳妇不怎么会做饭啊。”我握紧了手中的碗，强忍着没有发作。吃完饭，我刚准备收拾碗筷，婆婆就对我说：“小雨，今晚你睡沙发，被子枕头自己准备好。”我愣在原地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在自己家里竟然被安排睡沙发，而那些所谓的亲戚却理所当然地住进了卧室。妈，我能不能睡在您房间的地板上？沙发太窄了，我怕睡不好。我试探着问。婆婆皱起眉头：“那怎么行？我和表妹睡客房已经挺挤的了，你一个年轻人睡沙发怎么了？我们年轻时候条件差，连沙发都没有。”我低下头，不再争辩。收拾完厨房，已经10点多。客厅里，婆婆和亲戚们正围坐在一起聊天。我疲惫地拿出备用的被子和枕头，默默铺在沙发上。小雨，你先睡吧，我们再聊会儿天。婆婆看似体贴地说道。我点点头，躺下，闭上眼睛，假装很快入睡。大约过了半小时，婆婆可能以为我已经睡着了，开始和亲戚们小声交谈。这媳妇看着挺能干，就是性格太倔，不太懂事。婆婆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但在夜深人静的客厅里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是啊，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，不知道尊老爱幼。表妹附和道：“我看她今天脸色不太好看，是不是不愿意我们来住啊？”“肯定是不愿意的，你没看她今晚做的菜多敷衍吗？”表妹的儿媳妇插嘴道：“她平时对明明也不怎么样，那孩子多孝顺啊，工资卡都交给我保管，可这媳妇连买个东西都不跟我商量。”婆婆叹了口气：“还有啊，都结婚3年了，也不见她有点动静，我都怀疑她是不是不想生孩子。”我躺在沙发上，心如刀绞，这些话每一句都像尖刀一样刺进我的心脏。我和周明的工资都是各自保管，从来没有要求对方上交，而且我们结婚前就商量好要晚一点生孩子，想先稳定事业。这些事情婆婆明明知道，却在亲戚面前颠倒黑白。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懂感恩，你看她住这么好的房子，也不知道孝顺老人。表妹的声音里满是酸意。是啊，我儿子多孝顺，买房子的首付还是我们家出的大头呢。婆婆得意地说。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火。房子的首付明明是我和周明共同承担的，我们2个出一半，1分钱都没有问家里要。婆婆这样说，无非是想在亲戚面前抬高自己的地位。阿姨，您儿子真有出息。表妹的儿媳妇奉承道，不像我们家那口子，工资也不高，还整天喊累。我那儿子也就是运气好，遇到了贵人提携。婆婆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周明的奋斗史，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自己的教育有方。听着他们的谈话，我的心越来越冷。这哪是一家人，分明是在打量、评判一个外人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在婆婆心中，我永远都不会是
他家的一份子，而只是个伺候他儿子的外人。我悄悄拿出手机，给周明发了条信息：老公，你妈带了7个亲戚来家里住，我被安排睡沙发，他们现在正在议论我，说我不孝顺，不会持家。发完信息，我静静等待周明的回复。3分钟后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：老婆，辛苦你了，再忍忍吧，他们住几天就走了，妈年纪大了，你多体谅一下。看到这条回复，我的眼泪瞬间涌出来。3年来，每次遇到类似的情况，周明总是这样敷衍我，他永远站在母亲那边，从不考虑我的感受。我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客厅里，婆婆和亲戚们的谈话还在继续。对了，阿姨，你那个外甥家的房子是不是快装修好了？听说特别气派，有300平呢。表妹话锋一转：是啊，那孩子在外面做生意赚了不少钱，年前还专门请我去看过，真不错。婆婆语气中充满骄傲，仿佛那是她的成就一般。阿姨，那您什么时候去住啊？表妹问道。我早就想去了，不过这边有这个媳妇看着，我不太放心。婆婆压低声音，她做事不够细心，我怕家里出什么岔子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年轻人自己过自己的，您就别操心了。表妹劝道。我这不是担心儿子吗？他工作那么忙，回家没人照顾怎么行？婆婆叹了口气。听到这里，我再也无法忍受。婆婆根本没把我当家人，在她眼里，我只是个伺候她儿子的工具人。而周明，我所谓的丈夫，永远选择站在母亲那边，对我的委屈视而不见。我悄悄起身，拿起包和外套，轻轻走向门口。婆婆和亲戚们沉浸在谈话中，没有注意到我的动作。我打开门，无声地离开了这个已经不再是家的地方。深夜的街道上，行人寥寥，冷风吹在脸上，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3年了，我付出了那么多，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。我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报上了父母家的地址。坐在车上，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母亲迷迷糊糊地应答：喂，小雨啊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吗？妈，我能回家住几天吗？我的声音哽咽。怎么了孩子？出什么事了？母亲的声音一下子清醒了。我简单的说了情况，没有过多抱怨，只说我和周明有些矛盾，想回家冷静几天。你直接回来，别想那么多。母亲的声音坚定而温暖。20分钟后，我站在父母家门口，门还没敲开，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是周明打来的。老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妈说你不见了。周明的声音里带着焦急。我回娘家了，我平静地回答。大半夜的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多危险啊！我妈和亲戚们都急死了。周明责备道。我冷笑一声，急什么？怕我不在家，没人伺候你们吗？你这是什么话？周明提高了声音。我妈带亲戚来住几天，你就受不了了？你也太不懂事了吧！不懂事的是你们。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。你知道他们背后怎么议论我的吗？说我不孝顺，不会持家，甚至怀疑我不想生孩子。而你，我的丈夫，知道这些后只会让我忍让，他们可能就是随便说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周明的语气软了下来。你回来吧，别让我妈担心。我不回去。我斩钉截铁地说。周明，我需要好好想想我们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挂断电话，我敲响了父母家的门。母亲很快开门，看到我的样子，二话不说把我拉进屋里。孩子，别哭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，先去洗漱休息吧。母亲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发。那晚，我躺在自己曾经的床上，第一次感到如此安心。在父母家，
我不需要伪装，不需要小心翼翼，可以做真实的自己。我在想，或许这才是家的意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的手机就被各种信息和电话轰炸，周明的、婆婆的，甚至还有周明表姐的，我全部无视，只回了父亲和母亲的同事发来的工作信息。吃早饭时，母亲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，我知道她想问昨晚的事，但又不想给我压力。妈，我没事。我主动开口，就是累了，想休息几天。你和周明结婚3年了，我和你爸从来没过问过你们的家务事。母亲慢慢地说，但如果你过得不开心，就别勉强自己。我点点头，眼泪又涌了出来。中午时分，门铃响了，母亲去开门，我听到了周明的声音。我坐在卧室里，不想出去见他。阿姨，小雨在吗？我想和他谈谈。周明的声音透着焦虑。在呢，不过他现在不想见人。母亲的回答干脆利落。阿姨，我真的很着急，我妈还在家等着呢。周明似乎有些不知所措。周明啊，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小雨从小到大性格一直很好，能让她半夜离家的事情肯定不简单。母亲的声音平静但坚定。你先回去吧，等她想通了，自然会联系你。门外的争执持续了一会儿，最终周明还是离开了。我走出房间，看到母亲坐在沙发上，脸上带着担忧。妈，谢谢你，我轻声说。傻孩子，我是你妈，不用谢。母亲拍拍身边的位置，示意我坐下。现在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把这3年来的委屈一股脑地倒了出来。从最初的小摩擦，到后来婆婆对我的各种挑剔，再到昨晚的事件。说着说着，我又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。我真的很努力了，妈，我尊重长辈，体谅周明的工作压力，尽力做好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一切。但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满意？为什么周明从来不站在我这边？母亲轻轻抚摸着我的背，让我把情绪发泄出来。等我平静下来，她才开口：小雨，妈妈问你，如果周明现在来接你回去，你愿意回去吗？我摇摇头，不愿意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母亲问。我不知道，我诚实的回答。我只知道我不想再这样委屈自己了。母亲点点头。好，那就先在家住几天，冷静一下再做决定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请了年假，在父母家静养。周明每天都会打电话或发信息，从最初的责备到后来的道歉，语气一天比一天软，但我始终没有回应，只是偶尔回一句我很好，不用担心。第3天下午，婆婆亲自上门了，她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难以捉摸的表情。小雨，跟我回去吧，家里都等着你呢。婆婆的语气不像平时那么强硬。妈，我现在不想回去，我平静地说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婆婆皱起眉头。一点小事就回娘家，像什么话？小事。我冷笑一声，在自己家里被迫睡沙发，还要听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，这叫小事？我们那不是议论，只是随便聊聊。婆婆有些尴尬。再说了，你也太不懂事了，亲戚来了不好好招待，半夜离家出走，这像什么样子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妈，我想我们需要好好谈谈了。这3年来，我一直在努力适应您的家庭，尊重您的习惯，但似乎无论我怎么做，都不能让您满意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婆婆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我哪里苛刻你了？不就是让你睡一晚沙发吗？年轻人睡沙发怎么了？我们那时候连沙发都没有。问题不在沙发，妈，我尽量保持冷静。问题在于您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家里的一份子。
在您眼里，我只是个伺候您儿子的外人。婆婆被我的直白惊到了，一时语塞。这时，母亲从厨房走出来，站在我身边。小雨说得对，母亲平静地说，做父母的要学会放手。儿子结婚了，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尊重他们的空间。婆婆看看我，又看看母亲，最后悻悻地说，好，你不想回来就别回来，我看周明怎么过。说完，她转身离开了。婆婆离开后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却也感到一丝忐忑。我不知道周明会做出什么反应，也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还能不能继续下去。妈，我是不是太任性了？我问母亲。母亲摇摇头，不是任性，是自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，你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。晚上，周明发来信息，说他晚上要来一趟。我没有拒绝，毕竟无论如何，我们都需要好好谈谈。8点整，门铃响了。周明站在门口，脸上写满了疲惫，他手里拎着一个蛋糕盒子。我记得你喜欢这家的草莓蛋糕。他尴尬地笑了笑。我接过蛋糕，请他进屋。父母识相地回了房间，给我们留出空间。老婆，对不起。周明开门见山，我不该让你睡沙发，也不该责备你回娘家。我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我妈那边的亲戚已经都走了。周明继续说，我跟我妈谈了很久，她也认识到自己做的不对。你回家吧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。周明，问题不是这么简单。我慢慢地说，你知道这3年来我有多委屈吗？每次你妈为难我，你都选择站在她那边。在你心里，我永远比不上你妈重要。不是的，周明急忙解释，我只是不想你们之间有矛盾，想和平解决而已。和平解决？我冷笑一声，你的和平解决就是让我一直忍让，一直委屈自己。周明沉默了，似乎在思考我的话。老婆，我承认我做的不对。半晌，他终于开口，我应该更坚定地支持你，而不是一味地和稀泥。但请你相信，我是爱你的。我看着周明真诚的眼神，心里的坚冰稍稍融化，但理智告诉我，光靠道歉是不够的。周明，我需要时间思考。我最终说道，这几天的经历让我意识到，我们的婚姻出了很大的问题，我不能再这样委屈自己了。周明点点头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我理解，但请你相信，我会改变的。我不能没有你。送走周明后，我靠在门上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我知道，我已经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和尊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周明每天都会来看我，带着各种礼物和诚意。他告诉我，他已经和婆婆谈好了，以后家里的事情由我们自己做主，婆婆不会再随意带亲戚来住。我还和我妈说了，以后她想带亲戚来，必须提前和我们商量。如果我们有事或者不方便，她就不能硬要求。周明认真地说，而且以后家里的大小事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。我看着周明坚定的眼神，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些。也许他真的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1周后，我决定回家，不是因为周明的道歉和承诺有多动人，而是因为我想给自己，也给这段婚姻一个机会。回家的那天，婆婆正在厨房忙碌，看到我，她有些尴尬地笑了笑。小雨，你回来了，我做了你爱吃的红烧排骨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婆婆的态度确实比以前好了很多，但我知道，真正的改变需要时间来验证。晚饭后，婆婆主动提出要回老家住一段时间，你和明明好好过日子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她说得很自然，
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言不由衷。送走婆婆，家里终于只剩下我和周明。他搂着我的肩膀，轻声说：“老婆，谢谢你愿意回来。”我靠在他怀里，心里既感动又忐忑。我不知道这样的和平能维持多久，也不知道下一次矛盾来临时，周明会不会依然站在我这边。但至少我已经学会了为自己发声，学会了维护自己的尊严。回想这段经历，我不禁思考，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来成全所谓的家庭和睦？为什么女性在婚姻中总是被期待无条件付出和忍让？或许真正的家庭和睦不是建立在一方的牺牲之上，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、平等对待的基础上。如今，我和周明的婚姻正在修复中。婆婆虽然态度有所改变，但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但我不再害怕，因为我已经明白，爱自己和爱家人并不矛盾。而当我们学会尊重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时，才能更好地爱别人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婆婆带亲戚住满客房，让我睡沙发。半夜他们议论我直接回娘家。我做错了吗？我想说，不，我没有错。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的尊严而战，即使对方是至亲至爱的人。有时候离开不是逃避，而是为了更好的回来。表达不是任性，而是为了更健康的关系。在婚姻中，我们不仅是别人的妻子、儿媳，更是独立的个体，有权利被尊重、被理解。所以，当你面临类似的处境，请记住，你的感受是重要的，你的尊严不容侵犯。学会说不，不是破坏和谐，而是为了创造真正的和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